欧洲天然气价格跌入负值，普京手里的王牌真的不行了吗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很多人看来，随着冬天的到来，在俄罗斯几乎中断对欧洲出口天然气的情况下，欧洲的天然气必然会价格暴涨。欧洲人估计这个冬季要变成冰棍了。但是最近出现的一个情况让人很难理解，欧洲天然气交易中心的现货价格也一度闪崩至每兆瓦负的15.78欧元，负值意味着根本没人要，也意味着欧洲根本不缺气了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原本是普京手里的王牌，那么真的不管用了吗？首先，欧洲天然气出现短期补满已经成为现实。随着欧洲努力获取各地的天然气资源，大部分国家的库存都已经在本月超过了90%，平均数达到了94%，甚至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应对液化天然气的进口。所以目前的现象实际上就是欧洲割肉买气所带来的结果。当然，今年过冬看上去是没有问题了，只不过付出的代价非常高。其次，欧洲人想证明俄罗斯的天然气能源牌有效，但不是万能的。当前美国和中东的天然气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值，这些呢都是有条件替代俄罗斯的天然气，其前提是欧洲人愿意继续花高价。欧洲一边鼓励企业和居民尽可能的降低天然气和能源的使用，一边呢又大肆的采购非俄罗斯的天然气，可不仅仅是赌气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欧洲骚动，其实就属于能源转型调整状态中的阵痛。等转型期一过，欧洲建立了新的能源供应链，情况就会好转。那么俄罗斯嘴上说反对能源武器化，实际上一直把能源当成武器来使用。所以欧洲人宁可承受高价的能源，也不愿意屈服于俄罗斯。这个信号是非常残酷的，也是值得普京认真关注的。最后，欧洲短期能源价格的波动实际上无法否定俄罗斯天然气的优势。短期的能源短缺问题已经加快了欧洲企业的崩溃，反而证明俄气是非常有竞争力的。俄气具有储量大、开采成本低、距离近、管道网络成熟等一系列的比较优势。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价格低、数量大、供应稳定。而欧洲要摆脱俄气，需要大量的建设基础设施、专用港口、港口管网、储存设施等等，而这些都是要花大钱的。而欧洲居民那边呢，仍然会长期面临高价能源的问题。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德国天然气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。德国天然气进口商 Uniper 公司披露的业绩报告显示，该公司今年1到9月份净亏损48亿欧元。德国政府9月份决定对该公司实行国有化，也就是需要政府给补贴才能继续给民众供气。从消费端来看，目前欧洲工业客户的天然气价格在稳步上涨，明年还有可能继续上涨1倍以上，最终会导致高能耗的工厂关闭，或者迁移到能源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，比如中国最近就获得了德国几大工业巨头的投资。总体来看，欧洲天然气价格的暴跌证明，俄罗斯的天然气牌不是万能的，但是竞争力仍然存在。现在欧洲正在通过大量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来解决危机，最终会导致天然气消费端长期处于高位，也必然会导致各国通胀的高企，从而使制造业外流到中国和美国。俄罗斯如果不能处理好与欧洲的能源供应关系，未来很有可能会失去欧洲市场，这个损失呢也将是长期的。不过欧洲也会因此而自残，所以这场危机最终受伤的仍然是欧洲和俄罗斯。最大的
受益者是天然气的出口国非洲国家、中东国家和美国。当然，中国也会受益于欧洲制造业的流入，以及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相对增强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